设计。因为我们在之前，我们不是有考虑到费氏数列吗？对不对？费氏数列之前我们是用递回的方式去做，然后递回方式再加上那个记忆体啊，就是至少它每次计算那个值，都用一个那个阵列区把那个值把它储存起来啊，所以原则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它的那个时间我们一般讲，如果计算复杂度，它是线性时间也就是说你 n 多大，它大概跟那个 n 的会形成正比那你用回圈去写也是线性时间但用回圈写它会比较快一点还是比较快一点。好，那另外呢，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真正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去写啦。更快的方式，你就直接用我们那个之前讲到的那个公式解代数公式解那个直接，可是那边的话会用到浮点计算用浮点计算，那当然有些说 OK， 那样可能比较赖皮嘛如果说你不想用浮点计算，也就是用整数计算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2×2的矩阵去来写所以这边我们稍微讲一下。好，那原则上我们的费氏数列呢，大概可以这样了就是我们多加一个 f-1我们多加一个 f-1 的话，它是从0开始所以我们费氏数列，我们从开始内项从-1项开始你就不是从第0项开始。所以呢，原则上呢，我们知道像这边的 Fn 呢是它前2项的和你从这个矩阵乘法这边也知道。那 Fn 呢，当然就是 Fn， 所以这边第2排的话，它就10嘛，第1排是11嘛。好，那原则上呢，它每一项都是前2项的和，所以呢，事实上，你的 Fn 跟 Fn 减1，你用矩阵的形态去写，它会变成1110这样的矩阵的怎么样连乘嘛，就是变成它的幂次方，变成它的幂次方。然后后面呢，这边当然开始项式就是 F0、F-1，所以这边的话就是10那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其实我们这里看一些例子你看过例子，你大概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比方说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算 F8你用矩阵乘法去算所以这边呢，你附带 F7 也会算出来那这边来讲的话，你就1110这个矩阵，反正就是次方8次嘛，8次方，所以这边呢，你就做矩阵乘法，就去做。做原则上要有比较好的方法嘛，所以比较好的方法是怎么样？我们知道8次方就是平方在4次方嘛，对不对？根据指数律嘛，那你算平方比较容易平方的话算出来的话是2111所以这边剩4次方了，对不对？4次方又是平方在平方平方在平方，所以这边算出来，这边是5332那就剩下平方再做一次平方3421是3，最后算出来，刚好这个就是矩阵的最左上角那个值嘛，就是我们要的34嘛。附带的21也知道啦，21的话是 F7有人说老师这个13呢？13是多少？13就 F6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矩阵乘自己乘很多次这个相关的那个费氏数列值其实大概都可以出来了费氏数列值大概就可以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算费氏数列，所以我们刚刚的那个矩阵呢，我们只要去选取特殊的矩阵。什么样特殊矩阵呢？就是1110这个矩阵
然后自己乘几次，乘出来最后就是它的左上角那个值，就是那个值，好，那所以我们的做法可以怎么做？有2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你用回圈嘛，乘法自己乘自己，用回圈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它也是线性时间啊，它没有比较快啊，甚至比较慢啊。因为你要乘法自己乘一次的话，事实上它用了很多次乘法，很多次加法，事实上它们没有比前面那种算法来得快，所以我们会建议怎么做呢？我们的做法大概是根据这样一个演算的方法啊，等一下我们就有这样的演算方法去改写啊，有这样演算方法去改写啊，所以我们的做法第一步。先将你那个我要做 a 的 n 次方，我先把这个 n 呢，把它画成2进位，画成2进位。那C++ 有画成2进位很方便的一个方式哦。等一下会跟同学讲，画成2进位其实就只要一行指令就好了。你事实上不用做太多的事情你不用说我还要除以2，连续除以2，不用，它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指令，就可以把你2进位的值完全就取得。然后呢，第3行部分呢，你要去给 C 呢，一开始你是给单位矩阵，所以单位矩阵就是1001啦，1001。换句话讲呢，这个矩阵乘任何2乘2矩阵，它都会维持那个矩阵的值那相对于我们那个数字里面的一样。然后这里呢，你就用for回圈。for回圈是由高位到低位所以你的2进位呢，假设你最高位是 l 减1，所以到 l 减1到第0位所以这边就是减所以做什么呢 ？c 呢等于 c 乘以 c 如果呢你刚好在2进位，这个 c 在2进位第 i 位的2进位如果是1的时候，你再乘上 a， 其他就不用做任何动作。最后呢，算出来的东西 c 就是 a 的 n 次方。原则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再把这边它那个费氏数列那个矩阵形态，我们再简单的再讲一下原则上，我们知道费氏数列 fn 是等于 fn 减1加上 fn 减2所以你写成矩阵呢，你这边刚好上面这一列就会1因为你这样的内积乘刚好这一项就是 fn 减1加上 fn 减2，就是它的定义嘛，对不对？我们那个费氏数列就是原则上呢 n 只要大于等于2以上，就是它前2项的和。那这个 fn 减1呢，当然就等于 fn 减1所以你这个第2列的地方，当然你就填10嘛。所以原则上呢，它是这样一个形态矩阵的形态是这样一个形态。好，那我们为了让它的整个那个写法比较一致性，所以我们就考虑，它可能所以要多一个负1项。那我们这是实际计算上，但根本不会用到。负1项是0万一就是说你要考虑那个定义的完整性来讲，我们这边补上这个东西的，这个是为了让你整个的定义能够符合它的一个完备性，我们加上这个东西。那原则上你有了这个之后，那我原则上呢，我要算费氏数列第 n 项，事实上呢，就是把这个矩阵呢，你自己乘自己 n 次。就 n 次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改写就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公式去改写要不然我们做矩阵刚好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派上用场。好，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打开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做一个矩阵的幂次方所以它传出来的值当然是 matrix。我们就叫做呢 power 就好了。第一个参数呢，
设丢进来是 a， 第二个参数是它的次方，次方是 n。好，那我们把它的那个运算呢，就写在这个它的那定义的区块里面。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假设我们的矩阵我们算出来，我们要全部把它丢到 D 里面好了，D 里面。那 D 里面一开始呢 ，D 值呢一开始它设为单位矩阵，单位矩阵呢记得它在这边写法写3层，所以是1001好，然后我用个 for 回圈。for 回圈我要跑几次？跑 n 次啊，所以 i 从1到 n 就跑这么多次，然后这边是 i 加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是用这个乘法这个运算子重载方式去写那个矩阵乘法，所以我们这边要写这个时候就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这边的 d 呢？就等于 d 乘上 a， 所以这是本来一般的一个写法所以就用 for 回圈就可以把它完成了。算出来值你当然要传回去啊，所以最后 for 回圈完了之后，你要把它 return 回去，不要 return return d。好，那我在下面在主程式部分你就要留意啦。主程式的部分你要怎么做？所以这边应该我们都不要了这边我们应该都不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宣告 C 是什么 ？C 是 power A 91。所以这边就是 A 我已经有了A 就上面定了35行的那个然后这边 N 的地方就改成91然后你再把 C 再把它列印出来，它的那个左上角那个值就是我们的费氏数列的第91项所以你这边你就可以编译执行。好，这一项就是这一项好，我看到这一项，好 ，OK 吗？